他讲到茶壶，手工的茶壶，手工做的茶叶，手工做的，我们玩很多手工的东西，早期的手工的东西，那跟后面大量生产的机器生产的东西差在哪？差在什么地方？你以那个标准化，以精密度来讲，以前的绝对没有现在的精密度好，是吧？以前的材料也没有现在好啊，对，你做铁器啊、铜器啊这些东西，以前的铜、以前的铁，当然没有现在提炼的好嘛。所有的东西，你如果比材料，你比这个标准化、精密度，你那个壶盖现在做的那个精密度非常好啊。以前的老壶你一拿它一定漏，因为它手工的嘛，它精密度没有那么好嘛。但是老的东西、手工的东西，它好在哪？它好在什么地方呢？它好在这个匠人的心。就这个匠人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因为他是手工的，他是慢慢的，他在做的时候，他的心、他的思想、心力是投入在他的动作中的。所以他们说他们在拍打的时候，那个跟毛笔一样，会把他们的精气神都融入在这个里面。这个不管就跟写书法一样嘛，好的书法你一看那个精神就出来了，那个随便挥毫的就没有嘛，就是空的嘛。所以很多我们所谓玩手工的东西或者早期的东西，我们觉得好，不是好在它的精密度，甚至不是好在它的材质，是好在那个心念。但如果你是手工做，你没有心念也是没有所以有一个日本人他写一本书嘛，名字叫什么？他就是提倡玩那种早期在日本是那种农人或者渔民做出来的那种陶器，他摒弃现在做的这种很精密的、很漂亮的、很美观的东西，他要回到那种朴拙之美，去欣赏那种朴拙之美。那种朴拙之美是什么？就是这个人在做的时候，他投入的心力。因为这个东西，不管是他卖还是自己用还是什么那以前来讲，这些东西是珍贵的，是稀有的，所以他们在做的时候一定是投入那个心力了。我们要的就是这个。所以玩很多早期的东西你要欣赏它的是什么？欣赏的就是这个。那它会有一些瑕疵，手工的东西绝对会有一些瑕疵的，或者精密度没有那么好或者有一些歪斜厚薄不一样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在玩的时候我们欣赏它的地方。玩古玉为什么说商朝以前的玉现在玩高古玉？因为那个时候是纯手工的，就是以石头以玉琢玉嘛，所以他在以玉琢玉的时候，他要非常的小心，而且那个时候制作的东西都是给神的，所以他用的心是不一样的那后来慢慢普及化了，宋朝以后的都是商品化了，做的东西也很好，玉质也绝对比那个高古的好嘛。可是它就少了那个人心的那个味道了，那个东西就比较少了所以我们玩东西或者你欣赏一个东西，看你欣赏什么，你欣赏它的什么那慢慢一定这种手工的东西会慢慢被大家欣赏，因为统一机器出来的东西，你家里要用的实用器，当然是用那种标准化的嘛，机器生产的嘛，那个快嘛，精密度又高。可是你真正要一个东西经得起你观赏，经得起你把玩，一定是手工的所以以后大量机器化、AI 化或什么化以后一定这种有人味的东西，这种手工的
东西一定有它的一个相当的一个存在的价值在啊。你现在茶叶，你去茶工厂看，收茶叶也是用一个刀啪就收下来了嘛，然后啪一大批的在那边搅动啊，一大批放进去在那边摔啊打啊，一大批在那边烘干。那跟早期做的台湾，就算台湾好，台湾传统做乌龙茶的手摘那个你摘的经验就很重要了嘛，是不是？摘什么部位，你的汁要不要留，要留多长，然后摘来了以后晒都是很细心，在太阳晒啊，什么时候晒多久该收，那是凭人看的。他收掉多少水，然后去烘的时候是小炉子，相思木烧，小炉子在那边一点一点炒啊，不是一大批一出来就几十斤的，不是啊，是一小锅的做。那这种东西他做出来，他把它做到什么程度，完全是这个人呐，他要去看呐，跟烧柴窑一样，那个师傅要去看那个火啊，他头脑里面要有那个火到什么颜色、什么温度，然后我的窑里面中间的东西到什么温度了，旁边的到什么温度了，前面后面的到什么温度，他必须要掌握这个。是吧？对啊，所以他们在做的时候，那个传统做乌龙茶的小锅炒，它可以炒出来，那个有一个颗粒东西出来啊，所以他们可以做到炒出来的茶叶是没有咖啡因的，因为小火慢慢的咖啡因被提炼出来了，就这种是有人在里面的。那这种东西就值得我们品味，是不是？一大批都一样的东西，没有什么好品味的，都一样嘛，是不是？所以我一个徒弟，英国一个徒弟啊，后来他去学当那个侍酒师，到法国一个跟了几个大师去学。然后他说有一个师傅就跟他讲，来你喝喝看真正的葡萄酒，给他喝一个葡萄酒。这个是葡萄酒吗？对啊，他说不对啊，跟我在市场上喝的不一样。他说当然不一样嘛，因为葡萄不一样嘛，葡萄每一季的葡萄是不一样的嘛，葡萄里面受太阳多的，受太阳少的，所以每一瓶葡萄酒都不会一样，味道都不会一样，每一季的葡萄酒也不会一样啊。但是呢，这种东西因为不一样嘛，所以每一季就不稳定，就没有什么客户就不会有什么忠诚度，因为你喜欢了这个牌子了，你下一年你还是要买这个牌子的，那你一喝怎么跟去年的不一样，是不是这样？所以消费者他希望有一个固定的口味，让他来认定哦，这是这个产区的葡萄酒，是这个牌子的葡萄酒，所以后面就用调的，把这个牌子的这个园区的每一次出的葡萄酒调到一个适合消费者认定的那样子的口味。所以他们讲，他市面上没有真正的葡萄酒啊。所以你去逛那个酒庄嘛，你去逛酒庄，直接从那个橡木桶里面出来的。所以我到意大利去买那个葡萄酒，去逛那个葡萄酒庄，逛都是那个旅游导览上面的酒庄嘛，跑2家我们就不去了，因为一样嘛。后来怎样？我们要找小的酒庄，那要怎么找？当地的学生他聪明啊，他就跑到银行去问，
说你为什么跑到银行去问？他说因为那些人要跟银行贷款呐、所以银行的人最清楚当地 local 的哪一些酒庄它的规模多少，它酒的产量。那些产的酒它销不到外面去的，因为它的量没有那么大嘛。我们就去找这些酒庄，那个葡萄酒才是原味的，看不懂啊？所以欣赏这些东西，你要接受什么？接受它是多变化的，它会有瑕疵的，它会有不一样的，它会有很好的时候，它会有比较坏的时候，通通都是它，通通都是它。所以我的习惯，我经过这些以后啊，我的习惯，我喝茶是不是？不要说到什么你要泡多久或者泡怎么样，多少量加多少水多少温度，那个茶的巅峰不一定。你泡过了涩也是茶，你泡的不足淡也是茶，你泡放久了苦也是茶。就那全都是他嘛，全都是他嘛，是不是？就是我接受你这个人嘛，你这个人有好的有坏的啊，所以我接受是你这个人嘛，我不能说你这个人最好的时候是早上，比方讲10点的时候最好，那个时候你的脾气怎么样，你的人怎么样，打扮好的，我只接受你这个时刻的你，那不可能的所以我不主张现在很多那个提倡的东西，就是他们把一个东西啊设定了一个好的标准，离开这个就是错，离开就是错的。我认为是不对的。我在欧洲喝过50年的葡萄酒，那已经非常像酒像醋了。可是那就是一个他已经50岁啦，50岁的样子就是那个样子啊。那你知道葡萄酒50岁是什么样子吗？你不知道啊，是吧？它一样是它。所以我觉得我们玩这些东西啊，我们不是把它当作营养品喝，营养品当然要是标准的嘛。可是这些东西要把它当作什么艺术来看，就我们要去欣赏它不同，我们可以去欣赏它不同时期的变化。变化就是变化，变化里面没有对跟错。自然的变化没有对跟错，就是这个时间就是这个样子，这时间就是这个样子。你的水温太高了，它就是这个样子；你水温不够，它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也是我们自己训练的一个方式啊。那你不要泡茶还搞一个表，搞一个计时在那边计时，水温还要温度计测。那你就不是在欣赏那个茶了嘛？你不是把它当做一个活的东西了嘛？你把它当做一个死东西了，是不是？你泡茶，你自己买的什么茶，你晓得啊？那你自己要知道，你泡的时候你闻一闻，你看一下它的水，它现在是水分是多少，你知道这个茶的状态。然后你水下去，你要知道这个温度的水下去以后，这个茶会有什么反应。你在泡的时候，你就要跟它在一起，你要去了解这个，而不是去看那个钟，看那个温度计。你要了解你这个壶，比方你那个壶哪一个是透气好的，哪一个是不会透气的，会比较闷的，是不是？所以茶叶、壶、水这几个主要的东西。每一个东西你要了解到当时的状态，人跟他们混合在一起的时候，大概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你能够在喝茶当中了解到这个的时候，
你就成长啦，你就在跟这些东西在一起，你就会悟到很多东西，就会悟了。那个人的开悟是在哪边？就在类似这样的地方嘛。你如果泡茶，你把它弄得太科学了，你要看钟调温度，然后计算几克的茶叶要几 CC 的水，那你的心都跑到外面去了嘛。你没有关心这个茶，你没关心这个壶啊。要玩这些东西，我觉得这样才对，哎，这样才对，玩这些东西你把它太规格化了，太规格化了就失掉生命了，好，活的，可是大家太科技化了以后就把它就弄死，就弄死掉了。好，来，我们先走。